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专门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林秉佑议员，大家好，尹乃菁小姐、费鸿泰委员、江宜臻议员。好，那川普他原来啊还没有就职，现在还没就职，还有10天了哈。之前他选举的时候，他说他当选24小时内就叫俄乌停火，大家显然吹牛嘛，打了2-3年了，怎么可能24小时停火呢？哦。那他说呢，现在已经改口了，所以因为对策还没出来，你怎么叫人家停火嘛？你到底要怎样呢？是俄罗斯无条件撤兵呢，还是乌克兰呢割地赔偿，然后来就地这个谈和呢？哪那么容易啊？他现在改口说，一个说100天了，一个说半年哦，反正改来改去就是了啊。那而且呢，这个川普说他想赶快跟普丁见面，因为每天都有很多年轻人死去，这是真的。打仗嘛，哦，现在不但是俄罗斯跟乌克兰，北韩也在那边很多兵啊，好像也不太状况不是很好啊。那另外呢，川普说他正在安排跟普丁见面。那克鲁姆林宫说呢，总统欢迎，但等他上任再说。你现在还不是总统啊，你等他上任再说。你现在谈什么呢？什么身份谈呢？哈，那俄罗斯总统普丁表示，很快会跟习近平通电话。哦，他跟这个美国总统川普见面前，搞不好要跟习近平沟通一下，我们这个立场要不要一致哈？那因为川普有邀习近平参加他的就职典礼嘛，那习近平不去，会派高阶特使出席。那什么呢？他们说王毅阶层还不够高，可能要韩正啊。那另外呢，杜鲁道也回击川普了。杜鲁道说：“你想叫加拿大做你的美国51州？”他说，当时他们见面的时候，大概就提了。他说：“我当时提议哈。”你用佛罗里达跟加州来交换加拿大，佛罗里达跟加州那2个也很乖，一个在这边，一个在这边哦，这2个啊来交换我们加拿大啊。那当然，川普当然不可能肯嘛哈。那川普现在呢要扩张他的领土版图，要把加拿大并进来，把格陵兰这个抢过来，墨西哥要改州成美国湾，有人说美洲，有人说美国湾，我们看一下。当晚，俄罗斯同步派出大量无人机攻击。这之前，芬兰外长才抵达乌克兰，与泽伦斯基见面，表达出力挺乌克兰决心。Nobody believed that at one moment Finland will be the member of NATO. 俄罗斯境内又有油库陷入火海，现场火势之猛，好几公里外都能看见浓烟。俄乌战争的范围早已不再局限乌克兰境内，北约国家很难置身事外。不过，美国准总统川普还是对钱的问题很有意见。I said it to President Zelensky. Europe is in for a tiny fraction of the money that we're in now. Whether you like that situation or not, Europe is much more affected than the United States. We have a thing called the ocean in between us, right? Why are we in for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dollars more money than Europe? Це знов демонструє, що насправді потрібно Росії. Вони хочуть тільки війни і тільки жертв. Саме тому жодного дня не можна втрачати, треба тиснути на Москву, треба примушувати Росію до миру. 因为俄罗斯故意攻击手无寸铁的平民，甚至拿出威力极强的航空导引炸弹，扩大死伤之余，也制造恐惧。当然，川普讲的也没错了哈，就是说我们跟欧洲还隔了一个大西洋，对不对？欧洲应该更关切你俄罗斯跟乌克兰啊，那凭什么我们美国要拿比欧洲的更多的钱给你呢？对不对？你跟他们多一点呢，我们不少给你一点。他主要是跟泽伦斯基这样讲哈。而且你看川普现在还有10天要就任，就已经搞得全世界大乱了。你觉得他当选以后真的会这样吗？当然会打折扣。但是我觉得川普最近更引起注意的是，他充分发挥了他房地产的长才因为美国《每日邮报》的专栏作家 McLaughlin 就非常肯定他这一方面。他说川普一定是看着世界地图啊，或者看着地球仪啊，看来看去，这个我要，那个我要，这个是 location， 你们房地产就是要地段，看来看去还是格陵兰跟巴拿马最理想，这个叫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啊。但是如果他得逞 larger again， 但是他如果得逞的话，他的邪门、他的嚣张、他的狂妄，还有他的美派谁，就比那个普丁或者习近平更过
有过而无不及啊。因为这两个家伙也喜欢人垂涎，老吹弄啊人家的领土，但是总没有像他讲的那么嚣张。不过就对领土的野心呢，我觉得川普忽略了一点台湾。台湾这个战略位置更重要了，这个房地产更重要。当然，台湾这块房地产是非卖品啊，台湾人也很有格调，绝对不会卖的哦。但是呢，你川普看人家抬不起来，要么用一个笔尖戳台湾就是这个笔尖，那要么就说你要多付一点保护费啊。讲来讲去啊，你嘛爱小个给他出一个给汤平方呢，看台湾到底值多少哦。虽然我们不卖。但是天下没有绝对不卖的东西啊！你开个价嘛，开个价也给习大大做个参考。那如果说你那个价钱高到说，我们动心了，因为台湾人是很现实的，也许高到台湾人说，我们又可以不缴保护费啊，又有前科呢啊，他出的钱够高的话，我们大家分了啊，何乐而不为？分了，而且又不用打仗啊，真的很不错。但是这个当然是开玩笑。美国跟中国都买不起的，除非他再度用台湾去压去借款，因为两个国家都很穷啊，那穷得要命，你买什么房地产哦？但是我觉得这个说个开玩笑，我觉得比较有意义的，我们不妨考虑把你 Greenland 是什么意思 ？Greenland 是绿地啊，买不到的话，我们可以考虑。其实那是冰天雪地。对，我们可以考虑把 Green Island 就绿岛。我们把绿岛先卖给他，看他没有？当然，老公也会生气啊。老公说：“我主权基于台湾，当然也基于绿岛，但是没有关系啊。本来政治就是大家演戏嘛。如果真的绿岛的生意做得成的话，你看多巧妙！中国大陆沿线里头有金门，那金门又跟我们连在一起，那我们的领土的东边偏偏来个绿岛啊！如果这个卖给美国，是耶。”你中有我，我中有他，这个一连起来，台海绝对和平。你要问绿岛的居民愿不愿意？我跟你讲，川普出的价钱，绿岛的居民100%同意。人家就是事实要跟台湾在一起，不要跟美国在一起。你看着吧。格陵兰当然在抢，为什么？一方面是北冰洋暖化，所以呢，原来就是结冰的，现在有一个新航道出来了。那你这个从那边走就快很多第二个呢，中俄在这个格陵兰都设很多基地中国前年3个基地被美国制止，不准你设那另外呢，俄罗斯也有10几个基地中资要设3个机场那被阻止了那另外它有很多那个稀有元素，对稀土稀有元素这是美国很觊觎的因为现在大部分从中国来嘛，他们希望将来不要从中国来，从格陵兰来来，你怎么看？是我们上次有讲过就是川普呢，在他的第一任期的时候呢，他其实就很觊觎这个格陵兰然后这一次呢，就更进一步的呢，派他的儿子呢作为斥候先去这个格陵兰。我觉得这川普就像是一个。这个夹着全球最大资源的这种无赖的地痞流氓一样然后在那边耀武扬威对于格陵兰呢，就是非常的流口水的看他。但是呢就如同我们之前的时候分析，就在于是格陵兰呢其实是有机会进一步的拉近跟美国之间的距离就是他今年呢非常的有可能呢举行公投，然后在他为数不多的5-6万人里面他有2/3的这个居民呢都在寻求独立那他独立了之后呢，要不然呢他就是加入北约，那一方面呢也就跟美国的关系更近。那我觉得就川普的想法来讲的话呢，因为他都已经扬言他要退出北约了，如果你们这些国家都不付出足够的军费的话他更想要的一个安排呢，应该是类似美国跟像马绍尔群岛他们签的所谓的自由联合协定就是在军事上面，在财务上面呢，就更加的依赖美国那至于在俄乌战争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川普这个人呢，他就是很妙他之前的时候讲24小时他就可以解决，后来呢又改成说100天或者是6个月，他非常的 smooth 在他的不同的说法跟立场上面转来转去毫不脸红然后呢就是他讲过了之后呢，就
忘了他之前的时候说的话啊，到底重不重要啊？他不在乎这些哈，老百姓好像也不在乎，他不在乎，他就习惯了。对，而且我觉得川普呢，他会这样讲啊，显然呢是意识到，解决俄乌战争的问题的难度啊，应该是超过他原来的想象。现在俄乌战争呢，到目前这个阶段，我们看到乌克兰呢，在最近这段时间在极力的反攻啊，但是他的反攻呢，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呢，就是在他的人力短缺，所以说呢，他进攻了某一些的地方之后呢，常常都是要靠去调他原来所占领的地方的这个兵力呢，来支援这个地方，所以他会呈现一个左支右绌的这个情况。但俄罗斯这边相对来讲呢，其实也不轻松哈。虽然他们在人力方面呢得到了北韩的这个支援，但是他们在武器的供应上面呢，因为这个战争毕竟打了很久了，已经3年了哈，他也是会有吃力的一个情况啊。就在今天，北约的这些国家的相关的，不管是国防部长啊，或者是北约的秘书长等等，他们在聚集啊，在川普即将上台之前的时候的最后一次的聚集，承诺给予乌克兰呢更多的援助啊，包括像波兰呢说要给予乌克兰更新一批的坦克，然后英国呢说要给他们3000架无人机等等啊，都是期望就是在川普即将上来的时候呢，好歹保留一下乌克兰的元气，不要让这个乌克兰呢在未来的谈判要面对到的可能是一个全盘皆输的情况。拜登也是给钱啦，拜登最近几十亿美金这样给，就怕川普上以后不给了。来，洪大兄，我在想，这个马上就俄乌就停战了啊，势必是乌克兰要让出很多领土才会马上停战。以俄罗斯现在的状况，其实虽然它武器有点不足，但是它的军工产业这3年恢复了很多啊。但是如果乌克兰现在马上就现况投降，你认为这个泽伦斯基还能够继续当总统吗？3年都白打了嘛？白打，老百姓除了不让他继续，可能他的命都很难保得住啊！你当初做的决定，你要进入北约，你听了某一个大国的话，说我可以加入北约，结果呢，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领土少了1/4，然后人口死了上百万人，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川普啊，讲说他24小时就可以做这个决定了，我看是很难，甚至半年都很难啊，除非这个乌克兰的人呢他确实的觉醒了。现在要马上停火的不到60%哦，虽然是占多数，所以还是有很多人希望要继续打下去。所以这个仗啊，要真的我是觉得短期之内要能够结束，是要考验各国的智慧。反正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了啊，开始都很容易啦，你开始做都很容易啊，但是呢，你要结束是很困难的。你结婚很容易，2个人去公证结婚，你离婚看看，你看那个多麻烦。事业你开始要开创个公司很简单啊，登记一下拿一点资本额就可以了。你要结束个公司，要清算啊什么一大堆，那个麻烦是国税局各地方去搞都很麻烦。战争尤其是这样，发动战争很容易啊，打就打了，要结束那个战争那是非常困难的。我们看好几个战争，越战啊，这个阿富汗啊，很多战争那个结束都非常困难的。徐小再回来，不止结。好吧，八炯什么人？是个网红哦，他在拍摄纪录片，说中国大陆呢至少引诱了20万台湾人去办大陆的身份证，哦，20万人很多啊，拿这么多人台湾去办大陆身份证干嘛呢？那移民署就说，他们跟调查局去查证，说他们的名单上不到10个啊，10个跟20万差很多很多啊，要不然就是八炯乱扯乱讲，要不然就是调查局跟移民署呢太笨。人家都20万人才查到10个而已哈，名单上只有名单10个还不见得都是啊，只是说这个有可能哈。那另外呢，内政部说北桃有5个里长有中国大陆的这个国籍啊、户籍啊，如果没有放弃会依法解职啊。所以呢，那调查局跟移民署说名单不到10个人，里面就有5个里长啊，这里长占的比例也太高了哈。那另外呢，这个桃园
市议员詹江村说：“我有中国的身份证。”哦，那就他自己说嘛。那结果政府就要求他你限期说明啊，到底是什么？你到底怎么回事？他说政治追杀我无法抵抗，那到底要怎样？哦，那他又拒绝说明，拒绝去说明。他说：“那你来抓我好了，你把我抓起来算了。哦，我犯了什么法？你要抓我吗？”哦，那另外呢，这个刘世芳内政部长回击他说：“你不要再放话了啦，什么天天讲你有身份证，凭什么来抓我哈，等等等等啊。”调查局说已经有部分国人，那就是10个不到嘛，领有中国身份证，在扩大查中。哦，两岸的事务官员担心说，恐怕成台湾的国安破口。这些为什么要去拿大陆身份证呢？那他到时候变成匪谍呢？但会不会从那边变成一个破口呢？哦，所以这个有官员这样忧心了哈。那另外呢，因为前阵子民进党去追杀民众党的石雪燕嘛，哦，那因为石雪燕是县议员哦，所以呢解除了他，因为他是大陆的配偶，被认为说你追杀石雪燕呢是侵夺了大陆配偶的参政权了。情况到底怎么样？我们看一下。你既然才刚核发给我台胞证，你怎么会去质疑我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证呢？秀出台胞证，詹江村要自清身上有的只有中华民国身份证，因为日前直播中的这句话，现在调查局跟内政部都喊查。我是中国的身份证，好不好？哦，偷偷告诉你，不要被人家知道。公安局有呛你们是老废物，哦。都那么多人检举我了，你还不查我？你是老废物！公开下战帖，相关单位动起来。不过，已经接受调查局约谈的詹江村拒绝的内政部移民署说明，移民署的官员是依据我们自己公务所赋予的这个职权来进行访谈。提供假的讯息给公务人员的话，会有触犯到使公务人员登载不实之罪。妥妥的政治破坏！你说你看我的直播，讲完说我是中国籍的，后面我就随即解释，但你却不用。气到还原当天直播内容，詹江村说自己的中国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是中华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伪政府。只是詹江村闹出这一出，都是因为网红巴总点名他有对岸身份证，而且巴总更表示全台有20万人持有。调查局确实有用密件送过来有一部分现在移民署已经在调查当中，总共加起来少于10个。来，林远我觉得这个当然有第一个阶段了就是说在巴总的纪录片里面有讲到一个20万人这个数字，其实这个数字并不是从他口中去讲出来，而是里面跟他接头的这个在中国做这个清创的街头创办人的这个角色林金城，那他在台湾其实是一个诈骗的通缉犯，所以其实从一个诈骗通缉犯口中讲出来的数字，我相信那个并不是一个真实能够代表现况的数字，而是譬如说在揪诈骗的时候会说我们这个已经有2000人在吃这个东西，已经有5000人参加，那数字其实一定有扩大的成分在里面。那更重要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跟中国大陆这边并没有任何司法互助的机制，所以实际上不要说确认多少有身份证了可能很多我们已经有司法上有问题的人都没办法去确认的情况之下，怎么可能再去中国的政府去帮你确认说有多少人的确领有中国身份证？我想这个是没办法实证的情况之下去谈论的东西，其实是架在很空的情况之下，所以我比较相信就是说，移民署跟调查局他们其实会说，我有10个人，是基于譬如说在影片当中有几个人他就拿出来说我有，好，他是基于这样子明确的线索去查出来有10个人。那至于里长的部分，包含在过去我们议员都在参选的时候都会去签署这个所谓的这个切结书那可能或许是在签署切结书之后，又发现可能在某些情况之下，他是拥有中国身份证的情形，的确后面就会有内政部去谈到要去处理，因为本来两国的人民的按照国籍法啦，按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等，国籍到底有没有相同这件事情，其实过去有很多的函释跟状况，包含我觉得印象最深刻是去年有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中国的游客来台湾就被电死。那个时候本来他要申请国赔，我们的法官按照过去一个旧的判例是说，的确他也是属于按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他是属于中华民国的人民，就赔了他400多万。后来被内政部说我取消这个函释，因为他认为不适用嘛。
所以这个其实并不是今天才发生，它其实并不是因为八囧的这个影片出来之后，我们才去讨论这个问题，而是在实务上两岸交流这种频繁情况之下，就已经慢慢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人民的身份已经做出区隔了。所以我想今天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詹江村讲的这些东西，其实他的目的一定是为了说，我想大家知道，他的观众很多是中国人，大家想看到就是他讲说我有中国身份证，这样好像啊大家很认同这个有中国身份证这件事情，但我想在台湾的人他自己会去衡量，就是我到底要办不办？就像里面很多人他去办，他是为了拿中国的优惠贷款，并不是说其他人真正得到这个什么额外好处，甚至这一些所谓的统战红利是不是真正的政策的一环，还是诈骗集团用来欺骗台湾人的一个做法？我想聪明的台湾人应该都能分得清楚了哈。所以我想在看到詹江村这个说法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相信，就是当成娱乐的节目来看 OK。但是如果把它当成一个很严肃的政治话题去讨论的时候，我说在他这样讲话颠三倒四，然后又不是很踏实的情况之下，我们还陷在里面这种漩涡里面去说啊，我们要就他的言论来讨论两岸的题目，我觉得有点太过严肃了。你知道身边有人拿中国大陆身份证吗？这个就我的生活经验。其实台湾人要拿这个中国身份证，其实还不太容易的哈。你拿这个居留证可能还比较容易一点，因为它比较有点像这个绿卡，美国绿卡一样。那其实这个 YouTuber 他八囧跟闽南郎他们是配对的哈，他们拍了很多的片子。那其实在这个绿营的媒体上哦，其实是把它当做一个非常严肃的政治话题，就说啊要统战呐，或什么中共的手伸进来台湾呐什么的。其实这些骗子都是来骗大家的哈。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内政部长甚至还配合了这个八囧啊，配合了闽南郎，就说那我们要叫这个詹江村议员来说明啊，是不是所谓的中国身份证啊？那我倒是觉得说，这个村长他倒是用一个比较有点像照妖镜的身份，因为他在直播上就说，我是中国人啊，我有中国身份证啊，然后他还跑去这个调查局自首等等的，调查局还说，这个大概就是大家不同的一个认知问题，没有事。那其实就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法来说，其实他说的就是中华民国的身份证。那我认为呢，其实内政部长刘世芳还蛮有意思的，因为民进党长期以来呢，你在这个统独的论述中，他有一个死门，就是民进党想要台独。但是他又做不到。你看赖清德以往就说我是台独金孙啊，我到哪里都会讲台独。但他上任当了总统之后，他有做吗？没有啊。然后之后什么国庆啊，又说什么中华民国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祖国，然后在那边吸选票。但是有趣的是，大家看到今年1月1号的这个元旦文告，他有在讲互不隶属吗？没有互不隶属就不见了这可能是不是美国给了这个赖清德压力？但话说回来，其实我们的国号就是中华民国。以赖清德的说法说，如果我们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祖国，我们中华民国是唯一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那村长的说法感觉上就是说得过去啊。那内政部长他的这样说法，其实我觉得他是有点精心策划，因为他去清查这么多人，他最后清查出来说有5位里长顶多可能几位议员，那通常他们都是陆配的身份。那你要他们去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请问一下内政部长，他们适用的这些陆配的里长，他们适用的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还是国籍法？如果说你是适用国籍法而不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话，那为什么？那你内政部长要不要去释宪说，那请问我们这些陆配他没有办法这个我们中国跟这个中国大陆跟我们的这个中华民国是特殊国与国关系吗？因为这个牛许婷立委他就在这个立法院质询刘世芳，就说我们是这个特殊国与国关系啊，那这些里长这些陆配的里长他现在要被内政部这样子搞，那是不是里长都可以去释宪，都去释宪，就说那中国是中国这个台湾是台湾。那请问现在我们民进党执政底下，我们中华民国到底是什么？不过我想说，陆配能够当里长，表示他平常服务大概还不错，对，否则很不容易的。里长不好选的，里长很难选的，资历非常深了。这个网红八囧跟台湾人这两个是让人家捉摸不定，除了他们要的是声量跟这个流量以外，到底他们的角色是什么？我到目前还搞不懂。因为上个礼拜他们两个人就到国民党党中央去挑衅，说要入党，而且要领导教国民党如何反共，被国民党党中央的小编赶出去，大家都叫好，很少。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人为党中央、国民党党中央鼓掌，但是呢，那个小编干得好，因为他的背景音乐啊，还有他的对口的对话，非常的反共。所以国民党要从这里得到一个教训，就是你稍微有一点反共，大家叫好，他是做到你党中央不敢做的事情。
但是呢，共产党的对台工作的青年小组对巴炯也很头痛，他们认为这一方面的工作恐怕失败，要重新检讨。所以巴炯到底在搞什么鬼？你说有上万人有这个身份证啊，现在没有啊，是不是你造谣啊？是不是传播假新闻？还有呢，我们的调查局只查到10个，说调查局无能，这个要查。还有10个里头有5个里长还是里长，那就如同你们讲的说，如果这5个都是陆配的话，那可以解释。但是如果陆配的比例没有那么高，那这10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身份证的人，竟然那么高的比例是里长的话，那显见大陆对台工作，这对里长下手，这是一条线啊。里长到底，我觉得里长是恐怕是常带他们去大陆旅游了，没有常了。所以我认为内政部要好好去研究一下、查一下，要对立法院起码要有一个报告。我觉得怡珍刚才讲的对，其实这5位里长啊，他们都应该去申请释宪哈，因为呢，内政部的理由呢，他们是根据2023年5月23号行政院的一个函释啊，说两岸互不隶属是既存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呢有明显的区别，然后你具有这个中华民国国籍者就是中华民国国民哈，但是呢，如果依照这个宪法来讲的话呢，依照宪法来讲的话，大陆和这个台湾都是属于中华民国啊。然后就这个里长来说的话呢，依照我们的国籍法跟依照大陆的国籍法，我们都不承认对方为一个国家，你如何要他？你叫他怎么去出示放弃国籍的证明呢？他没有办法出示放弃国籍的证明，大陆方面也不会让你办的。然后他只能够他取消他在大陆不再有涉及，然后你符合在台湾涉及的规定，你取得了身份证，你有中华民国国民的这个资格了之后，你自然就有参政权啊！怎么可以用一个行政院的函释来超越宪法的规定呢？这5个里长呢，都应该要去打宪法官司。基本上我们讲的是说，我们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哦，那互不承认主权就表示你的主权其实你还是我的啦，我不承认你的主权嘛，所以你还是我的。既然你是我的，所以为什么之前有人说他的人民也是我们人民，就从这边来的嘛？是啊。好，那不管他了，至少大陆14亿人不可能都是你的人民嘛。但至少他到台湾来已经嫁给台湾人了，也变成陆配了，做了那么久了，服务那么久了，你要把他取消资格，这个平常心想也是有点说不过去了。休息一下再回来。那你就是。